Hi, everyone. In today's lesson, we're going to explore three important grammar points in Chinese: wang, ba, and the phrases. These structures help you describe direction, express tone more naturally, and turn actions or descriptions into noun-like expressions. Let's break them down with clear and simple examples. 欢迎加入我们这次的深入探究。不管你现在是在通勤的公车上，还是正在为稍后的一场重要会议做准备，或者你单纯只是出于对这个世界无可救药的好奇心而点开这段音档，我都非常高兴你能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时间。没错，很高兴能在这里跟大家交流。今天我们手边有一叠关于日常语言结构的笔记资料。你第一眼看到这份资料的主题时，可能会在心里嘀咕说，这不就是几个我们每天都用，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字吗？但请相信我，今天我们要聊的东西绝对会打破你对日常对话的既有认知。我们的任务是要带你萃取出这些看似微小的语言威力，看看它们究竟是如何在无形之中掌控了全局。对，精准掌控了一段对话的方向，隐藏的情绪语气，甚至决定了我们大脑处理资讯的效率。其实，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脉络连接起来，你会发现这份资料的独特价值远远超越了单纯的文法规则。我们每天都在接收海量的讯息嘛，现代人的大脑随时都处于资讯超载的边缘。但奇怪的是，为什么我们在进行日常沟通时，大脑却很少真的当机呢？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人类在演化过程中发展出了一套极度精密的沟通代码。了解这些微小的字汇，其实就是掌握了一条捷径。它不仅能帮助你更透彻地理解人类沟通的底层逻辑，更能让你在职场或生活中瞬间捕捉到别人话语背后的真正意图。哇，听起来我们每天都在使用某种高级密码。那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今天的核心任务。我们将足以检视这叠资料中提到的三个关键语言威力，分别是往、吧以及的。我们先从第一个部分开始，介词往。资料上说，这是我们动作的专属导航系统。对，资料中对往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运作机制。它指出，往是一个介词，而它的使用规则非常严格，就是后面必须加上方位词或地点。当动作往加上地点这几个元素结合在一起时，它就产生了一个极具指引性的功能，用来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向。等一下，为了确保我们都在同一个频率上，这里说的介词其实就像是一座桥梁，对吧？负责把我们正在做的动作和我们最终想抵达的目的地连接起来。蛮精准的比喻。我们来把这个概念放进真实的生活情境里，想象一下这个情境 A， 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绝对都经历过的进度回报时刻。资料里的对话是这样的 ：A 问说：“喂，你怎么还没到学校？”这时候 B 回答：“我正往学校走呢，你们等我几分钟。”这句话通起来极度日常啦，但我们仔细剖析一下里面的动态感。正往学校走这个结构，等于是在听者的脑海中瞬间投射出了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动态画面。但我其实有个疑问呢，如果 B 当时直接回答我快到了，或者是我在路上，对于那个等得不耐烦的 A 来说，不是也有一样的安抚效果吗？为什么资料特别强调往学校这个结构的特殊性？这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沟通中，我们大脑需要什么样的资讯，才能真正降低焦虑感？当你说我在路上时，这是一个相对静态而且模糊的状态。你可能在买早餐，也可能还在找车钥匙。对，非常有可能还在摸鱼。没错，但是当你使用往某个地点移动时，你提供的不再只是一个状态，而是一个具有向量属性的物理轨迹。它告诉等待的人，我的能量和动作正笔直地朝着你所在的目的地前进。这种空间指引上的精准度能大幅降低对方的不确定性。这就是语言作为内建指南针的强大心理暗示功能。原来如此。这感觉就像是在大脑里直接对朋友开启了计时的 GPS 定位分享，你仿佛可以看到荧幕上那个小点正稳定地朝着目标移动。难怪听完这句话，等待的人通常会比较安心。是的，大脑喜欢确定性。我们再来看看资料里给的另一个情境 B，
这是一个经典的指路导航。A 问：“请问火车站怎么走 ？”B 回答：“往前走，就在路的左边。”这里的往后面接的是方位词前，短短3个字，往前走，没有任何废话。这就是往这个字的终极意义，它像是一条隐形的牵引线，把迷路的人和他的目标紧紧相连。在沟通效率上，这种精准的物理空间导航是无可替代的。蛮有趣的，平常挂在嘴边的网字，拆解开来居然带有这么强烈的空间与心理安抚功能。所以网负责搞定我们物理空间的导航，但老实说，比起在街头迷路，我们多半更害怕在复杂的人际关系里迷失方向吧？绝对是这样。这份资料接下来提到的8，似乎就是针对这种社交焦虑来的。这里真的很有趣，我们要来谈谈语气助词8。没错，如果说网是理性的物理导航，8绝对是语言界里负责处理情绪与社交的牵面人。资料中特别强调，8作为一个语气助词，它的位置通常是放在句末。这意味着整个句子的核心事实其实已经陈述完毕了。事实已经讲完了，那加个尾报做什么？这就是巧妙之处。8字的出现完全不改变这句话的客观事实，但它却能像变魔术一样，为这个句子披上3层完全不同的沟通外衣。我们立刻来看看这3层外衣到底有什么玄机。资料里指出的第一层是猜测与不确定。当它用于句末时，可以用来表示用猜测的语气对不确定的情况进行询问。资料给了2个极具生活感的例句。第一个是这件衣服真漂亮，很贵吧？第二个是这个西瓜真大，有10几斤吧？这里令人着迷的是，人类在表达我不确定时，大脑所启动的微妙心理防卫机制。你试着想象一下，如果你在聚会上看到朋友穿了一件超好看的新衣服，你大可以直接开口问这件衣服多少钱，或者这件衣服很贵吗？但为什么我们在这种场合几乎都会下意识地选择说很贵吧？因为如果直接问多少钱，听起来好像有点太过于直白了，甚至带有一点清查别人财务状况的侵犯感，那种压迫感太重。确实如此，使用它，你等于是在向对方释放一个讯号，也就是我心里有一个假设，但我保留了让你否认、确认，甚至是一笑置之的空间。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社交试探。懂你的意思，就是不把话说死。对，它巧妙地软化了问题的锐利度，避免让自己显得过于武断或唐突。同样的，面对那个巨大的西瓜，你不可能精准知道它的重量，说有10几斤吧，既表达了你的惊奇，又为自己的判断留下了退路。它让对话维持在一种轻松无压力的氛围中。原来加了一个字，就可以在无形中帮彼此建立这么大的社交安全感。那我们接着来拆解它的第2层外衣，表示劝告、建议或请求。这是我个人觉得最考验社交智慧的一层哦。资料里给了3个截然不同的情境。我们看第一个例句：生病了就别去上班了，在家休息吧。你试着把句尾的8拿掉，念念看：生病了就别去上班了，在家休息。哇，这听起来完全不一样嘞！这听起来就像是主管下达的强制命令，或者医生开的严肃医嘱，带有一种不容拒绝的僵硬感。这就是关键所在。加上了8，这句话瞬间充满了人情味。他把一个原本可能显得上对下的生硬指令，转化成了完全站在对方立场着想的贴心建议。这感觉就像是在文字的外面包了一层厚厚的气泡纸，你要传达的事实和指令没有改变，但是撞击到对方耳朵时的力道被这层气泡纸完全吸收了。气泡纸这个比喻非常好。我们看看第2个例句：请你快告诉我吧。这听起来蛮急迫的。对，这是一个关于请求的情境。想象你正在等一个非常关键的消息，请你快告诉我。如果单独存在，可能会显得你情绪失控，或者对对方施加了太强烈的压迫感。但加上了8，它变成了一种急切但不失礼貌的恳求。所以8在这里同样发挥了缓冲垫的功能。没错，让你的急躁显得比较能被对方同理和接受。这种社交气泡纸的功能，
在第三个例句中真的发挥到了极致。我们来听听这个情境。A 提议说，晚上我们去唱歌怎么样？这时候 B 回答，我今天有点儿忙，星期日再去吧。这简直是日常生活中最实用的婉拒范本啊！我们来深度分析一下 B 的心理状态。B 其实不想或是无法接受 A 今天晚上去唱歌的提议，但直接说我不要，我很忙，会产生直接的社交摩擦。所以 B 先陈述了客观事实，接着抛出星期日再去吧，巧妙地转移了焦点。对，这里的把一个潜在的冲突化解成了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协商过程。它传递出的讯息是，你的邀约对我来说很重要，只是时间我们微调一下。这保留了对方的颜面，也维护了这段关系的和谐。我们才拆解了2层，就已经看到了这么多的人际角力。现在我们进入8的第3层外衣，表示同意或允许。资料给了第一组对话是 A 问，请问你旁边有人吗？ B 回答，没有，你坐吧。在公共空间中，先坐下的人通常拥有一种隐形的空间主导权。当 B 回答你坐吧时，这里的展现了人际互动中一种非常优雅的让渡。让渡主导权。是的， B 不只是给予了一个事实的回答，他还主动发出了一个允许的讯号。这个字打破了陌生人之间的防备心理，传递出一种友善与接纳的态度，让提问者能够毫无压力地共享这个空间。真的有一种欢迎你进入我的领域的安全感。这部分的最后一组例句也很有画面感哦。A 说，太晚了，我开车送你回去。但 B 显然不想麻烦别人， B 就说，没事，我去前面坐公车就可以。这时候 A 回应，那好吧，到家后给我打个电话。这个那好吧，简直是人际关系中达成共识的完美缩影。A 其实原本是坚持要送 B 的，这是一股向前的推力，但 B 提出了替代方案，这是一股反作用力。2股力量撞在一起了。没错，而 A 透过那好吧这3个字，展现了退让与珍重。这3个字承载了丰富的潜台词，就是虽然这不是我原本的计划，但我听见了你的意愿，我愿意放下我的坚持，同意你的做法。这是一个充满动态协商，最终平稳落地的过程。经过这样细致的拆解，我想你以后再也无法忽视别人句末的那个了。它真的是打理我们复杂社交网络的幕后工程。好，我们已经破解了空间的导航系统，也解码了情绪的气泡纸。接下来，我们遇到了一个终极挑战。什么挑战？就是我们大脑的记忆体是有限的，我们究竟如何用最少的字传导出最多的资讯？这就是资料的第3部分。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魔法。这里探讨的是语言的极致效率。德字短语就像是语言结构里的一件隐形斗篷，它拥有化繁为简、替大脑节省算力的强大魔法。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魔法的公式。资料里写得非常清楚，这个结构是由形容词、代词或动词等加上的来组成的。而它最关键的特性在于，一旦组合完成，它就可以在整个句子中直接当作名词结构来使用。这听起来有点抽象，我们直接看例子。好，我们来做个极端的实验。如果我们不使用这个省略魔法，句子会变成什么样子？听好了哦。那个白色的杯子是我的杯子，因为我特别喜欢白色的杯子。天啊，光是念完这句话，我就觉得大脑有点疲劳了。没错，如果我们的语言没有省略机制，每一次提到一个物品都要把完整的名词重复一次，我们的对话就会像是一份充满冗言赘字的公文。大脑的短期记忆很快就会因为处理这些重复的资讯而超载，真的会受不了。所以我们看看资料里给的正确范例，那个白色的杯子是我的，这里使用的是代词我加上的。前半段点出了主体，也就是白色的杯子，后半段直接用我的这2个字，它就像黑洞一样，瞬间吸收了前面提过的名词，转化为一个完整的概念。那资料里的第2个范例使用的是动词加上的。例句是，我们中午吃的是米饭。这个结构看起来更简洁。我们来解析一下大脑在这里做了什么高速运算。这里的吃的这2个字，其实代表了一个非常庞大且复杂的概念，那就是我们今天中午张开嘴巴咀嚼并吞咽进去的食物。
哇，这么长一串。是的，但你不需要把这长长的一串字说出来，你只需要发出吃的这两个音节，听者的大脑就会自动帮你把这个复杂的名词结构完美补齐。这正好呼应了资料中特别用粗体标示的最后一句重要备注，也就是被省略的名词通常可以借由语境明确。你能帮我们更深入地剖析一下大脑是怎么利用语境来完成这种瞬间填空的吗？语言从来不是在真空中运作的，它存在于我们共享的实体环境与认知之中，也就是所谓的语境。这份资料敏锐地点出了人类防止资讯超载的终极防线，一种高度依赖上下文的默契。默契。对，当我说那个白色的杯子是我的时，因为那个杯子就在我们眼前的桌上，或者我们前一秒钟才刚谈论过杯子，这个视觉画面或刚刚的对话记录就成了我们大脑之间共享的云端资料库。所以这个的字短语其实就是语言中最有默契的留白艺术。说话的人刻意把某些名词隐藏起来，因为他深深信任正在听这段对话的你，能够根据我们当下共享的情境，瞬间从云端资料库里提取正确的资讯，来填补那个空白。说得太好了，这不仅仅是文法上的省略，这根本是人类大脑之间高速协作的完美证明。这真的是太神奇了。这正是大脑保护我们免于资讯轰炸的最强盾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需要把每一个字都交代的巨细靡遗，却依然能够进行极度复杂、深刻而且流畅的沟通。所以这一切代表什么？今天这趟旅程，我们从这叠薄薄的资料中提炼出了3个改变认知的知识金块。网是为介词，它是我们大脑里的动态指南针，利用物理向量为我们的动作提供了明确无误的安抚感与方向感。没错。而语气助词打则是一层柔软的社交气泡词，它透过猜测、劝告与允许这3种机制，优雅地吸收了对话中可能产生的摩擦力。最后，德字短语则带来了极致的运算效率，它利用语境的默契，展现了替大脑节省频宽的隐形魔法。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深度解释，能让你明白，语言系统本身就内建了这些极度精巧的微型开关与避震器。只要你能意识到并掌握这3个微小却无比关键的零件，你在未来的每一场办公室会议、每一次与客户的谈判，或是下班后与家人朋友的日常闲聊中，就能够更敏锐地穿越字面的表象，去听懂别人话语背后隐藏的真正意象、情绪温度与社交试探。没错，这才是语言真正的力量。在我们今天结束这趟探究之前，我想抛出一个问题，给你一点点脑力激荡。我们刚刚花了这么多时间，深入探讨了这些词汇在心理学与社会学上的强大之处。现在试着想象一个极端的平行宇宙，如果我们现在身处一个被严格禁止使用把这种语气助词，同时也被明令禁止使用的来进行名词省略的世界，那绝对会是一场沟通灾难。绝对是。我邀请你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里做个小实验，无论你跟谁说话，试着在脑海里偷偷把他们句尾的那个八无情地拔掉，并且把每一个理所当然被省略的名词都在心里完整地念出来。你去深刻体会一下那种瞬间失去社交防护罩，每一句对话都变得像机器人般冰冷无端，且让大脑疲惫不堪的奇妙感受。我想，当你在脑海中经历了那个冰冷且冗长的世界后，你一定会对我目前所拥有的这套充满温度与默契的语言系统产生一种全新的敬意。感谢你今天与我们一起潜入这些迷人的语言威力中，我们下次的深入探究见。 Great job finishing today's lesson. Now you've learned how to use Wang for direction, Ba for tone and suggestions, and the phrases to make your Chinese expressions more flexible and natural. In the next lesson, we'll continue with 3 important particles, the, guo, and le, and learn how they describe actions and experiences in different time contexts. If you'd like more structured practice and personalized feedback, you can book a trial lesson with me. The link is in the description. See you in the next class.